我谈成一个500万的项目。庆功宴上垫付了5601.8元的餐饮费，可报销单交上去，财务李姐直接给我打不回来。公司餐饮标准5600，超了1块8，所以1分钱都不批。不是李姐，你是真不理解员工啊。还有一次，领导派我去广州紧急出差，回来后我拿着报销单去财务室。北京到广州的来回交通费，你怎么报了2380？现在机票打折，来回也就1000块。潇洒，你为什么就不能为公司考虑，变通一下？公司规定，普通员工出差只能坐高铁，机票便宜，你就不能？我打断他，公司还规定，机票一律不予报销，我不敢变通。李姐的脸僵住了，她显然没料到平日里最好拿捏的我会这样一字一句的顶回来。她的手指在计算器上用力按着，发出哒哒的噪音。公司请你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当复读机被制度的。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她被我看得发毛，声音拔高1度。看什么看？我说的不对，为了1块8，整张单子重填，为了1000把块，浪费公司的时间。王潇洒，你这工作态度很有问题。李姐的唾沫星子几乎要喷到我脸上，她把报销单像飞镖一样甩回我面前。公司餐饮标准5600，超了1块8，所以1分钱都不批，自己垫。李姐，这顿饭是为了庆祝那个500万项目，而且客户也在场。王潇洒，规定就是规定。今天我给你批了1块8，明天就有人敢超18块，后天就敢超180。规矩一开头，后面就收不住了。但这真的是特殊情况。第8条第3款，白纸黑字，公务招待费用严格按职级标准执行，超出部分不予报销。你职级是 P7，标准就是5600。你的眼睛是摆上还是大脑是摆上？我张开嘴，又闭上，那行字就在那里，宋体5号加粗。客户喝了不少酒，酒水就……细则补充说明第2条，酒水费用单独审批，未事先经直属上级及财务部双批准者，一律视为个人消费。你批了吗？我愣住了，那天晚上太高兴，根本没想到要提前批。没话说了，王潇洒，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开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那个项目给公司赚了。公是公，过是过，功劳奖金里会体现，但规矩就是规矩。单子拿回去，要么让客户把1块8吐出来，要么你自己消化。他说完就转回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噼里啪啦，仿佛我已经不存在了。我捏着那张轻飘飘却重如千斤的报销单，退出了财务室。那周剩下的3天，我一句话都没多说，白天跑客户，晚上回到出租屋。我打开公司内网，点进那个从来没人仔细看的规章制度板块，员工手册87页，财务报销管理细则42页，差旅管理办法31页，行政管理规定65页，还有各种补充通知、修订说明、临时规定。我一页一页的看，一条一条的背，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原则上，一般情况下，特殊情况下，需，经审批后可，严禁，不得，必须。凌晨2点，我的眼睛发红，但脑子异常清醒。原来规则可以这样解读，原来每个必须后面都藏着除非，原来每个不得前面都有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李姐说的对，规矩就是规矩。那我就和你们好好玩玩这个规矩游戏。2周后，我再次把加班费申请单放在李姐桌上。上个月加班36小时，王潇洒，你上个月不是刚休了年假吗？是的，李姐，但我加班的那几天正好是项目关键期。您看附件里有项目经理的确认邮件。李姐翻看着，眉头渐渐皱起来。但是公司规定，当月休年假超过3天者，加班费按80%计算。没错，薪酬管理办法第24条确实是这么写的。不过我仔细研究了补充说明第3条，前述规定不适用于以下情况：一、项目紧急阶段以项目总监书面认定为准；二、法定节假日前后3日内的加班；三，我顿了顿，看着李姐的眼睛，我的加班有5天是在国庆节前1周，符合第2条；另外8天是在雷霆项目紧急阶段，有项目总监的书面认定，剩下的23小时按80%计算。所以我的申请完全符合规定。李姐的手指停在计算器上。另外，根据劳动法和公司员工手册第41条，工作日加班费是时薪的1.5倍，休息日是2倍，法定节假日是3倍。我附件里已经分门别类计算好了，您核对一下。李姐盯着我看了足足10秒，
然后开始一张张翻我的附件。他的动作很慢，每一个页面都看得很仔细。材料先放这儿，我们需要核实项目总监的认定。好的，不过根据财务报销时效规定，加班费申请需在提交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发放。今天是周二，下周1前应该能到账吧？看核实情况。如果需要，我可以请项目总监直接跟您确认，他现在就在公司。李姐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不用了，我们会处理。我微笑着退出财务室，可紧接着市场部的小张的叫声从财务室内传出。李姐，我这去成都出差，酒店1晚480，真的已经是最便宜的了。那个区域就这个价。公司标准是450，超标的30块你自己承担。我悄悄走了进去。其实根据差旅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版，成都的住宿标准去年就已经调到500了。李姐和小张同时转头看我。内网规章制度板块2020年1月15日发布的关于调整部分城市差旅标准的通知，附件一列得很清楚。需要我帮您找出来吗，李姐？李姐的脸色变了变，迅速在电脑上操作起来。半分钟后，她盯着屏幕不说话。看，是真的。李姐是500，这次就按500批，以后自己看清楚标准。小张感激地看我一眼，我点点头。等小张离开后，李姐转向我。王潇洒，你最近很闲啊，连别的部门的制度都这么清楚。李姐教育得好，规矩就是规矩。我只是觉得，既然公司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制定这些制度，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避免因为不了解而犯错，给财务部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李姐盯着我，想从我脸上找出讽刺的痕迹，但我表情真诚的无懈可击。等到晚上开季度会，部门经理陈总正在讲话。所以下季度我们要加大市场投入，特别是差旅预算可以适当灵活，只要是为了业务。陈总，抱歉打断一下，根据公司预算管理办法第10条，任何预算调整需提前1季度申请，经财务部及总经理办公室双批准后方可执行。现在提增加下季度差旅预算已经过了申请期。全场安静下来。陈总推了推眼镜，有点困惑地看着我。潇洒，我们这是内部讨论，具体操作。但管理办法第15条也规定，任何预算相关讨论必须基于现行制度框架，避免形成与制度相悖的会议决议，以免产生执行风险。我只是提醒一下风险，陈总。李姐坐在会议桌另一端，手里的笔停了下来。这个当然要在制度框架内，我的意思是，在现有预算内优化使用。那建议我们可以先梳理本季度差旅费使用情况。根据我初步统计，市场部有37%的差旅申请存在超标或手续不全。如果规范执行，现有预算应该足够。所有人的目光转向市场部总监，会议在一种微妙的氛围中继续。这都是财务李姐跟我说的。会后，李姐在走廊叫住我：“王潇洒，你今天是什么意思？让陈总当众下不来台？”李姐，我是为公司和陈总好啊。如果会上形成了违反制度的决议，最后执行时被卡住，不是更让领导难堪吗？您不是常说规矩就是规矩吗？王潇洒，你这是在报复吗？因为那1块8，你要实在不行，老娘陪你睡一晚好不好？李姐那句，你要实在不行，老娘陪你睡一晚好不好？在走廊里回荡。几个刚走出会议室的同事猛地停住脚步，假装整理文件，耳朵却竖得笔直。我站在原地，感觉脸上的肌肉僵住。走廊的灯光突然变得刺眼。李姐说完后似乎也意识到失言，但她的下巴仍然扬着，那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挑衅。我声音不大，但清晰平静地说：“李姐，根据员工行为规范第7章，任何形式的职场骚扰，包括但不限于性暗示言论，都将受到纪律处分。您是财务部资深员工，应该比我更清楚这条规定。”李姐的脸瞬间涨红，然后变得煞白。李姐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王潇洒，你少给我扣帽子。我就是打个比方。打比方，也请遵守员工沟通准则第4条，工作场所交流应保持专业性与适当边界。您刚才的比方恐怕已经越界了。”这时，陈总从会议室走了出来，看到我们，皱了皱眉：“怎么了？”李姐抢在我前面开口，声音已经换上了平时的专业腔调：“没什么，陈总，我跟潇洒讨论一下报销制度的执行细节。”陈总看了我们一眼，点点头走了，但我知道他听见了。等陈总走远，李姐转过身，眼睛像刀子一样：“王潇洒，你真行，学会用制度当武器了是吧？”李姐，您教我的，规矩就是规矩，不分大小，不论场合。好，很好，那咱们就看看到底是谁更懂规矩。他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回财务室，门被他摔得震天响。
回到工位，我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新文件，关于规范财务报销附件材料的通知，财务部2021年第3号，签发日期是今天上午。我翻开一看，心跳快了一拍。自即日起，所有报销申请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餐饮报销需附餐厅盖章的明细小票及 POS 单手写无效；交通报销需附登机牌火车票原件及行程单；住宿报销需附酒店盖章的流水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任何超过2000元的报销需另附情况说明不少于500字，由直属上级签字确认。所有报销单填写错误超过3处者，一律退回重填整张重填，不可修改。一条条新规定，像一张精心编织的网。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本通知即日生效，此前已提交未审批的单据亦按此执行。我手里正好有3张上周提交的报销单，还在财务部压着。同事们开始骚动，这还让不让人报销了？谁出差还留着登机牌原件啊？500字情况说明，我写项目报告都没这么长。手写无效，那上次商务宴请那家私房菜，根本就没有击打小票，怎么办？市场部的小张直接冲到了财务室门口，又灰头土脸的回来。李姐说，规定就是规定，适应不了就别报销。所有人都看向我，我低头继续翻那本已经被我翻出毛边的公司规章制度汇编。3天后，我抱着一摞文件走进财务室，李姐抬起头，看到我手里的东西，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哟，潇洒，这次材料备齐了。我把文件轻轻放在她桌上。齐了，这是上周3笔报销的全部材料，请您过目。李姐开始检查，她查得很细。第1章，餐饮报销，击打小票 POS 单，餐厅盖章的明细，情况说明，项目经理签字确认邮件打印件。李姐的脸色越来越沉，她翻到最后一页，愣住了。那是我附上的一份制度合规性审查意见。李姐，我在准备材料时发现，财务部这份新通知可能存在3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根据公司文件管理规定，任何涉及全员的制度变更，需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公示征求意见。这份通知上午发上午执行，不符合程序。这是财务部内部工作流程优化。第二，通知要求提供餐厅盖章的明细小票，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合规的餐饮发票本身就足以作为报销凭证，额外要求盖章小票，增加了员工负担，也可能引发餐厅额外收费问题。我已经咨询了法务部的刘律师，这是他的初步意见。我把一封邮件打印件推过去，李姐的眼睛扫过邮件，手指微微收紧。第三，通知要求超过2000元的报销需另附500字情况说明，但公司公文写作规范明确规定，内部说明性文件应力求简洁，原则上不超过300字。财务部的新要求与公司写作规范相冲突。我顿了顿，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个人理解。如果财务部认为这些规定必要，建议按正规流程发文，以免产生执行争议。李姐盯着我，足足半分钟没说话。材料放这儿，我们需要时间审核。好的，不过按照财务报销时效规定，我知道这时效规定，不用你提醒。我点点头，走出财务室。在关门的一瞬间，我听见里面传来计算器被重重砸在桌上的声音。午休时，我在茶水间碰到了技术部的老周。老周端着杯子凑过来，低声说：“潇洒，听说你把李姐给怼了？”“没有，我就是按规矩办事。”“得了吧，全公司都传遍了。你知道李姐什么背景吗？”我摇头。她姐夫是集团财务总监，不然你以为她一个中专学历，凭什么在财务部横着走这么多年？我默默喝了口水。小心点，兄弟，你玩的是规矩，人家玩的是人情。规则再硬，也硬不过关系。正说着，小张也进来了，一脸苦相。潇洒，你帮我看看这个。李姐说我上个月的打车费超标，但那天是因为客户临时改地址，去了郊区。我接过单子看了看，差旅管理办法里有特殊情况条款，但需要客户方出具证明，你有吗？客户哪会给我出这种证明啊？那试试这个，根据补充规定，因客户原因产生的额外交通费，可由拜访记录佐证。你的 CRM 系统里有没有那次拜访的详细记录，包括地址变更和延时？小张眼睛一亮，有，我都记了。打印出来，附在报销单后面，再写个简短说明，引用制度条款。记住，不要诉苦，只列事实和规定。谢了兄弟，晚上请你吃饭。不用，举手之劳。小张走后，老周看着我，摇摇头。你这是在给自己树敌啊！帮的人越多，李姐越恨你。我只是在做您刚才说的事，用规矩对抗人情。老周叹了口气，走了。1周后，
李姐在内部通讯软件上给我发了条消息，来财务室一趟。我走进去时，发现办公室里多了个人，财务部经理赵总。赵总50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边眼镜。他坐在李姐的位子上，李姐站在旁边。我心头一紧，小王是吧？坐吧。我坐下。最近收到一些反馈，关于财务制度执行的问题。李会计说，你在这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赵总，我只是在认真学习公司制度。学习是好事，但任何制度都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执行。财务工作讲究原则性，也讲究灵活性，你说呢？您说的对。不过员工手册前言里也写着，制度的权威性在于其执行的一致性，如果灵活度过大，可能会影响公平。赵总笑了笑，但那笑容没到眼睛里。小王啊，我听说你是业务骨干，那个500万的项目就是你拿下的。业务人员应该把精力放在开拓市场上，而不是钻研这些条条框框，你说是不是？我感觉到后背开始冒汗。赵总，正因为要开拓市场，才更需要清楚公司的支持边界在哪里。比如客户招待，如果我不知道标准，要么可能超标自己垫钱，要么可能因节约而丢了客户。李姐在一旁插话：赵总，小王的意思是我们财务部在卡业务。赵总抬手制止了他。这样吧，小王，你既然对制度这么熟悉，财务部正好缺个制度联络员，以后各部门对财务制度有疑问，可以先找你咨询。你也帮财务部收集一下业务一线的实际困难，我们定期沟通。他顿了顿，这个角色没有额外津贴，但算是对你能力的认可，你看怎么样？我明白了，这是个陷阱。接受，我就成了财务部在各部门的眼线，同事们不会再信任我。拒绝就是不给领导面子，不识抬举。李姐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得意。我沉默了3秒。感谢赵总信任，不过根据岗位职责管理规定，任何新增岗位或职责调整，需经人力资源部备案，并明确考核标准。如果我担任这个联络员，请问我的考核指标是什么？由谁考核？如果其他部门因我的咨询建议出现问题，责任如何界定？赵总脸上的笑容消失。王潇洒，赵总这是给你机会。小王考虑得很周全，这样吧，你先以非正式形式做起来，后面我们再完善。赵总，恐怕不行。员工手册第33条，员工不得接受任何未经正式任命的职责，以免产生权责不清的管理风险。去年审计部就因此提出过整改意见。办公室里安静的能听见空调出风的声音。赵总站起身，理了理西装。好，那你先回去工作吧，这个是我们在研究。我走出财务室时，手心全是汗。那天加班到很晚，走出办公楼时已经快10点，手机震了一下，是条陌生号码的短信。王潇洒，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别把自己逼到死角。没有落款。我站在路灯下，看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然后打开公司通讯录，输入那个号码反查，显示赵明，财务部经理。我删掉了短信，但没删除那个号码。走到地铁站时，看到小张正站在入口处，一脸焦急。潇洒，我正要找你。怎么了？李姐把我所有的报销单都退回来了，说我材料不全，但根本不告诉我缺什么。我马上要垫付下季度的市场费用了，再报不下来，我信用卡都要爆了。走，回公司说。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只有我和小张的工位还亮着灯。小张把一沓报销单摊在桌上，足足20多张。我一张张翻看，眉头越皱越紧。这些单子的问题都很细微，日期涂改了一个数字，附件页码顺序不对，情况说明里用了一个不规范的缩写，全是技术性理由，但确实都踩在了制度的边缘。这分明是刁难，以前这些根本不算问题。我沉默着，继续翻，翻到倒数第3章时停住了。那是一张会议费报销单，金额12000。这张单子你确定合规吗？小张凑过来看，脸色变了。这是陈总让我帮他报的，说是一个高端行业交流会，但没给我发票，只有收据。我指着收据上的章。这个主办方是不是上个月被工商局查处过的那个行业发展促进中心？小张的手开始抖。陈总说没关系，就是个形式。我放下单子，看着小张。如果这张单子被审计查到，轻则报销驳回，重则可能被视为虚开发票套取资金。那怎么办？陈总让我报的，我敢不报吗？制度里没有领导让报就必须报这一条。相反，财务人员行为准则第1条就是坚持原则，对不合规票据有权拒绝。小张抱着头，完了，我这是两头不是人。我看了看时间，深夜11点半。还有一个办法。小张抬起头，现在立刻写一份报销风险自查报告，
主动说明这张单子的疑虑，建议暂缓报销，并抄送陈总、财务部和审计部备案。在报告里，你要强调自己是基于财务制度学习，发现潜在风险，为避免公司损失主动报告。这不是打陈总的脸吗？这是在保护你自己。主动报告是尽责，被动查出是失职。制度里有明确的举报人保护条款。小张犹豫了很久，最终咬了咬牙。你说的对，规矩就是规矩。我帮他一起写报告。凌晨1点，报告写完发出。走出办公楼时，整座城市都睡了。小张拍拍我的肩，谢了兄弟，我请你吃宵夜。我摇头，赶紧回去吧，明天可能不会太好过。小张苦笑，你说我们这么死抠规矩，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了想，大概是为了有一天，我们不用再这么死抠规矩。早上8点50分，我走进办公室时，感觉到空气不对劲。陈总办公室的门开了，陈总走出来，脸色铁青，径直走到我面前。潇洒，来我办公室一趟。声音平静，但太平静了。门在身后关上，陈总没有坐回办公桌后，而是和我一起站在窗前。昨晚那份报告是你帮小张写的？我们一起梳理了材料，陈总。陈总转过身，盯着我。潇洒，我知道你最近在研究制度，年轻人有钻研精神，很好。但职场上有些事不是非黑即白。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我，是那份1万2的会议费报销单，还有我昨晚建议小张写的报告。这个交流会我确实参加了，主办方资质可能有些瑕疵，但来的都是行业里有分量的人。我们市场部需要这种圈子，明白吗？明白，陈总。只是从财务审计角度，我知道角度，但你有没有想过另一个角度？这份报告现在躺在审计部的邮箱里，审计部每年都要抓几个典型，你猜他们会怎么做？我沉默。他们会顺着这条线查市场部过去2年的所有会议费、招待费、培训费，一笔笔查，一张张票核对，然后出一份市场部费用管理漏洞专项报告，抄送总经理、集团财务、集团审计。他手一抬，声音压低：市场部今年的预算会增加还是减少？明年晋升名额会给谁？集团还会不会把重点客户交给我们跟进？我感觉到喉咙发干。潇洒，你和小张都是我看好的年轻人，我理解你们想按规矩办事，但规矩之外还有大局。他把报销单和报告放回桌上。现在审计部还没正式启动调查，我给你一个建议，去找审计部的刘经理，就说昨晚的报告是基于不完整信息，申请撤回，然后让小张重新交一份合规的报销申请上来，我会批。可是主办方的资质，我会解决，圈子里的朋友补个手续而已。他坐回椅子，恢复了平时温和的语气。去吧，你还年轻，路还长，别因为1-2张报销单把自己和部门的前途都堵死了。我走出办公室时，全身是冷汗。小张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看着我。陈总怎么说？我把陈总的话复述了一遍。那我们去撤回报告。我现在就写撤回申请。等一下，你知不知道撤回报告要走什么流程？小张愣住。根据内部审计管理办法，任何正式提交的审计线索撤回需要3个条件： 1. 提交人书面说明撤回理由； 2. 被涉及部门负责人书面确认理由属实； 3. 审计部经理批准，而且所有撤回记录都会永久存档。那又怎样？这意味着你、陈总、刘经理3个人的名字会绑在这条撤回记录上。以后任何时候，只要市场部或财务部出问题，这份撤回记录都会被翻出来重新审查。小张的手开始抖。那不撤回呢？不撤回，审计部大概率会启动调查。按照流程，他们会先找你和陈总谈话，然后调取所有相关单据，最后出具报告。整个过程大概需要2到4周。所以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我看向财务室的方向，李姐似乎正在和赵总说话。还有一个选项。小张抬起头。我们不撤回报告，但主动去找审计部沟通，把陈总说的大局和行业圈子的情况作为补充信息正式提交。建议审计部以风险提示而非违规调查的方式处理。这有区别吗？区别很大。违规调查是追责，而风险提示是改进。前者伤人，后者帮人。制度里对这2种程序的定义完全不同。小张犹豫了。可是陈总让我撤回。陈总说的是建议，最终决定权在你。你是报销单的直接提交人，也是报告的共同撰写人。小张盯着屏幕上的撤回按钮，手指悬在鼠标上方，久久没有按下。我在茶水间碰到老周时，他正在泡枸杞。听说你把陈总给捅了？我没有捅任何人，只是按制度流程走。老周摇摇头。潇洒，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公司制度是挂在墙上的，关系是刻在心里的。你现在把墙上挂的东西当真了，会伤到心里刻的东西。如果墙上挂的和心里刻的矛盾呢？那你就得选边站。问题是，你选哪边？墙是死的，心是活的。死人不会给你发奖金，也不会帮你晋升。正说着，李姐走了进来，
老周立刻闭嘴，假装专心搅拌他的枸杞茶。李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接完水就走了。但她走的时候脚步很轻，轻的不像是平时那个摔门砸桌子的李姐。老周等李姐走远，才继续说：看见没，连李姐都开始防着你了。你现在在大家眼里就是个移动的规章制度检测仪，走哪儿滴滴响。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什么是正确？让公司少报一张12000的发票叫正确，还是让市场部保住明年的预算叫正确？让财务部严格按制度审单叫正确，还是让业务能灵活开展叫正确？他拍拍我的肩，想清楚，小伙子。规则游戏玩到最后，往往发现制定规则的人自己就不守规则。老周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茶水间。窗外的城市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清晰而遥远。我忽然想起赵总那条短信：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审计部刘经理的消息。潇洒，方便的话来审计部一趟。关于昨晚的报告，有些细节想跟你了解一下。审计部在19层，和财务部不在一个楼层，办公室很安静。刘经理40出头，瘦削，戴一副黑框眼镜。他让我坐下，递过来一杯水。报告我看了，写的挺专业，特别是风险点抓得准。谢谢刘经理。不过有个问题，报告里提到主办方资质疑点，但没说明你们是如何发现这个疑点的，能说说吗？我心头一紧，这是个陷阱问题。如果我如实说，就暴露了我私下调查合作方背景的行为，这本身可能越界。在准备报销材料时，我们一般会核对主办方的公开信息，工商信息是公开可查的。刘经理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理解。那么第二个问题，报告建议审计部介入，但根据审计线索处理流程，通常应由财务部先进行初步审核。你们为什么跳过财务部，直接报给审计？我感觉到后背开始冒汗。报告也抄送了财务部、李会计和赵总，我们认为这属于跨部门风险，所以按多部门协同事项流程处理。刘经理又记了一笔。最后一个问题，报告是小张主送，但你作为共同撰写人，是否完全认同报告中的所有判断？我沉默了3秒。刘经理，报告是基于我们当时掌握的信息和公司制度做出的判断，如果后续有新的信息，我们愿意补充说明。刘经理摘下眼镜，潇洒，我直说吧，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完全符合制度要求，但正因为它太符合制度要求了，反而让人担心。审计工作3分看制度，7分看人心。我们查账，最终查的是人有没有违规的意图，而意图这东西往往藏在制度的缝隙里。你们这份报告把缝隙都堵死了，这是把双刃剑，既保护了你们自己，也堵死了别人的退路。在职场上，不给别人留退路的人，往往自己也会无路可走。刘经理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撤回报告？我没这么说，我只是提醒你，制度是工具，不是目的。工具的用法决定了你是工匠还是商者。谈话结束后，我走到电梯口，正好碰见赵总从电梯里出来。赵总看到我，脚步顿了顿，来审计部交流。是的，赵总。赵总点点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也别忘了看看脚下，路还长。他走进审计部办公室，门在身后关上。回到工位时，小张已经不在了，桌上留了张纸条。潇洒，我想了一中午，还是决定听陈总的。撤回报告我写好了，已经发给刘经理。对不起，我得先保住工作，晚上请你吃饭赔罪。我捏着纸条坐了很久。下午3点，内部公告系统弹出一条通知，关于开展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突击审计的通知。审计期间即日起至本季度末，审计范围全公司各部门，重点领域市场费用、差旅费、会议费、招待费。审计组组长刘经理，副组长赵总，财务部。特别说明，本次审计将引入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协助，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拒绝提供材料。办公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骚动。陈总走出来，脸色比上午更难看。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愤怒，有无奈，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所有人3点半会议室开会，准备过去2年的所有费用台账。小张这时回来了，看到通知，脸刷得白了。潇洒，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份报告？时间点太巧了，但突击审计的流程至少需要提前2周准备，不可能是临时决定的。那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我看向财务室，透过玻璃窗，我看见李姐正在整理文件，动作有条不紊，嘴角甚至带着一丝笑意。忽然明白了，李姐从来没有真正害怕过那些制度条文，她害怕的是有人认真对待这些条文，而突击审计恰恰是把这些条文变成刀的最好机会。只是这次握刀的人可能不只是审计部。手机又震了一下，还是那个陌生号码，赵。现在规矩活了，看看他先咬谁。我按熄屏幕，抬起头，
发现李姐正透过玻璃窗看着我。她举起手中的一沓文件，对我晃了晃，然后转身放进身后的档案柜。那个档案柜的标签上写着市场部费用台账2019至2020。柜门关上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像某种倒计时的开始。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却安静得像坟场。集团审计中心的周总监坐在长桌尽头，面前堆着半米高的账册。刘经理和赵总分坐两侧，像判官身边的黑白无常。陈总带着我们市场部全员坐在对面。小张的腿在桌子底下抖，抖得整排椅子都在微颤。周总监推了推老花镜，开口第一句话就把气氛冻住了。突击审计初步结果显示，市场部过去2年会议费超标率37%，招待费单据不全率28%，还有3笔培训费，共计8万6，根本查不到培训记录。陈总想开口，周总监抬手制止。陈经理，解释的话先放放。我更好奇的是，小王，你那份风险报告写得挺专业，按你的风格，这些历史问题你该早就发现才对。全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周总监，我的岗位职责是市场拓展，不是费用审计。依据岗位职责边界管理规定，跨岗审查属于越权行为。李姐在对面轻笑了一声，很轻，但足够刺耳。但你在报告里表现出的风险敏感度远超普通业务人员，这怎么解释？根据员工行为准则总则，每位员工都有义务主动发现并上报工作中存在的风险。我只是在履行基本义务。履行义务是好事，但小王啊，我好奇的是，你钻研这些制度，到底是为了公司，还是为了对付某些人？问题像把刀子直接捅了过来。赵总，制度是公开的，我学习制度就像司机学习，交规既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避免撞到别人。至于对付这个词，可能有些误解。根据员工沟通规范第7条，工作场合应避免使用具有对抗暗示的词汇。李姐忍不住了，王潇洒，你少在这儿咬文嚼字。要不是你煽动小张写那份破报告，审计会查这么细吗？市场部现在这个样子，你满意了？小张猛地抬头，脸涨得通红。李姐，报告是我自己要写的，潇洒只是……陈总厉声打断，都闭嘴！会议室再次死寂。周总监，费用管理上的问题，我作为部门负责人负全责，该整改整改，该处罚处罚。但我想多说一句，市场部过去2年业绩增长65%，客户满意度全集团第1。有些费用可能不符合票据规范，但每1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发涩。规矩是死的，市场是活的。如果我们死抠每张发票，可能就丢了一个客户；如果每个业务员出差都住标准间，吃工作餐，可能就谈不成一个项目。这个度很难拿捏。周总监沉默地听着。陈经理，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理解不等于认可。集团去年因为一张不合规发票被税务局罚了40万，那个项目给集团赚了200万，听起来值，对吧？但审计报告上不会写这个项目赚了200万，只会写该部门违反财务制度第 X 条 X 款，集团的声誉、董事会的信任、投资者的信心，这些无形的东西比40万罚款贵得多。陈总哑口无言，周总监看向我，小王，你觉得呢？规矩和市场哪个更重要？我知道这是个陷阱，怎么答都是错。周总监，这个问题可能预设了错误的2分法。根据集团战略规划第3章明确写道，规范化管理与市场化拓展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双翼。我翻开随身带来的制度汇编，事实上，制度本身已经提供了平衡方案。财务报销管理细则补充条款5规定，对于重大战略项目可启动特批通道，1事1议。市场部去年2个500万级项目完全符合特批条件，但据我查询系统，相关申请1次都没有提交过。赵总的脸色变了。另一方面，市场费用管理指引第8条明确，业务部门应在项目启动前完成费用预算及特批预审，避免事后补单。如果我们把功夫做在前面，而不是事后辩解，很多问题本可以避免。我合上制度汇编，所以不是规矩和市场2选1，而是我们既没吃透规矩，也没用好规矩给予的空间。会议室安静了几秒，周总监忽然笑了，很淡的笑，但确实在笑。赵总，你们财务部该考虑给小王发个制度学习标兵奖了。好了，都听我说，审计报告会如实出具，该整改的整改，该问责的问责。但今天我想说点报告之外的话。他站起身，慢慢踱步。我干审计30年，见过太多部门业务部骂财务部死板，财务部骂业务部乱来，审计部在中间当恶人，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规矩为什么定？是为了防坏人吗？不是，大部分员工都是好的，规矩防的是人性里的惰性、侥幸。还有，这次算了，
下次注意。但规矩定死了，又会卡死业务，所以才有特批通道、特殊情况、一事一议。可这些通道一旦放开，又可能被滥用，这是个死结。李姐小声嘀咕：“本来就是无解。”周总监听见了，点头。李会计说的对，在人性层面无解，但在管理层面有解。小王的做法虽然极端，但指出了一个方向。当每个人都开始认真对待规矩时，规矩才可能被优化，而不是被架空或死守。他走回座位，抽出一份文件。集团决定下季度成立制度优化工作组，财务部、审计部各业务部门都要派人，任务就一个，把那些不合理的条款改合理，把模糊的地带划清楚，把特批通道的流程透明化。他顿了顿，小王，你有兴趣参加吗？我愣住了，全会议室的人都愣住了。周总监，我只是个普通员工。工作组就需要懂业务又懂制度的普通员工。赵总，你们财务部派李会计参加，陈经理，市场部你亲自参加，我们坐下来一条一条的抠，把死的规矩变成活的工具。李姐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陈总则若有所思的点头。但在这之前，市场部的历史问题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陈经理，扣除你本季度绩效奖金，涉及不合规报销的员工按比例退还费用，有意见吗？没有，接受。至于小王和小张那份报告，按主动风险提示归档，不做违规认定，但下不为例。以后涉及部门负责人的问题，先走内部沟通渠道。小张长舒一口气，几乎瘫在椅子上。散会前送各位一句话：规矩不是用来打败别人的武器，也不是用来捆绑自己的绳索，它是共同语言，是游戏规则。要么一起把它改得更好，要么一起在烂规则里互相折磨。散会后，李姐追上我，脸色铁青。王潇洒，你现在高兴了？工作组，你真以为你能改变什么？李姐，我没想改变什么，我只是想弄清楚我们到底该按什么规则玩游戏。游戏，职场不是游戏。你今天让陈总扣奖金，让部门丢脸，让财务部难堪，你以为工作组会感激你？他们会防着你，排挤你，觉得你是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李姐，您知道我最开始为什么钻制度吗？不是因为那1.8块，也不是因为机票不能报。李姐皱了皱眉毛，是因为我签下那个500万项目后，听到财务部有人说，业务员就是运气好，换谁都能成。但没人看见我连续3个月每天只睡4小时，没人看见我为了摸清客户需求，看了200份行业报告。业务部和财务部都在用自己的辛苦否定对方的辛苦，我觉得这不对。如果制度能让彼此的辛苦被看见、被衡量、被尊重，那它才有价值，否则它就是废纸。切！李姐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工作组我会参加，不是为了对付谁，是为了有一天新员工不用再像我一样，需要把制度背下来才能保护自己。我转身离开时，听见他在身后低声说：“天真。”3天后，下班时间，我收拾东西准备走，小张凑过来：“潇洒，陈总找我谈话了，说下季度让我当费用管理专员，专门对接财务部和审计部。好事，至少你信用卡不会爆了。但感觉像是被架在火上烤。对了，李姐今天批了我上个月所有的报销单，一张都没打回来。还有，陈总让我转告你，下周1项目复盘会，他想让你讲讲如何平衡业务拓展与制度合规。他说这是整个部门都需要补的课。”我点点头，走出办公楼时，手机响了，是赵总。小王，下周工作组第1次会议，你准备一下，重点讨论差旅标准和特批流程。好的，赵总，我会准备提案。赵总沉默了几秒，忽然说：“那条短信我收回，规矩不是死的，执行规矩的人也不该是死的。”电话挂断了，我站在暮色里，看着办公楼的灯光一层层亮起。老周不知道从哪冒出来：“听说你要进工作组了？知道工作组最难的是什么吗？平衡各方利益，是让每个人承认自己习惯了多年的做法，可能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李姐和赵总。祝你好运。对了，陈总让我告诉你，那个1.2万的交流会补了资质，走了特批，批下来了。你看，规矩开始动了，虽然只是挪了一小步。”他朝远处走去，我抬头看见财务部的灯还亮着，李姐的身影在窗口一闪过，手机震了一下，是工作组的会议邀请，主题关于修订差旅费及招待费管理制度的第1次讨论会。附件里已经有10几份提案。我站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里，忽然想起周总监那句话：要么一起把它改得更好，要么一起在烂规则里互相折磨。我点了接受邀请。远处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像规则的网格，又像活着的脉搏。至少
游戏还没结束，而真正的游戏现在才开始。我看着桌上书角已经卷边的《公司规章制度汇编》和打印的《差旅管理办法》，深吸一口气，打开了点电脑。寂静的夜晚，房间里回荡着指尖敲击键盘的声音。关于修订差旅费及招待费管理制度的初步提案，根据会议临时改指案列，建议设立临时更改通道。早上8点50，我拿着文件走进办公室，几个同事围在一起小声交谈。我走到工位坐下，开始整理桌面。同事走了过来，小王啊，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熟悉公司规则，我都记不住。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其他同事也围了上来。多亏了小王上次提交的报销，李姐都给我批了。这也是因为公司有对应的制度才能报销。办公室里一片祥和，陈总路过我的工位停顿了下来，语气平静。潇洒，你来我办公室一趟。这次的语气里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门被随手关上，陈总坐到了办公桌后面。潇洒，工作组已经成立了，既然周总监让你也加入进来，肯定是看好你的能力，让你们撤回报告，我也是为了市场部考虑。陈总语气平静，但眉宇间却有了一丝轻松。陈总，我知道您的顾虑，但是我当时也是……陈总打断了我说话。行了，现在不说那些，上周让你准备分享的事情，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已经准备好了，我找了几个案例，做了 PPT 分析。好，你准备一下，在工作小组成立通知发下来之前，我邀请财务部的李会计过来一起开会，你再做分享。我点头，陈总没再说什么。我转身出了陈总办公室，李姐仍然在埋头处理文件。陈总起身在给办公室的发财树浇水。公司里的一切都与之前一样，但又好像哪里变得不一样了。我回到工位，对着电脑开始修改之前准备的 PPT。小张从工位过来，潇洒，你现在可是我们普通员工的救星啊！有了你，我们这些人好过了很多。我也只是在用公司的规则帮助你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潇洒，你知道你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吗？什么？一根筋。对于别人来说是缺点，但放在你身上，我觉得是难得可贵的优点。小张的脸上都是真诚，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一根筋可以解决问题，我倒是很乐意这样下去。我在茶水间里泡咖啡，正好碰上老周进来接水。听说这周工作组就开始修订制度了，紧张吗？没有，就是担心这条路难走。世上的路就没有好走的，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就坚定的走下去，说不定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老周脸上带着微笑，端着水走出了茶水间。我站在原地思索，随后端起杯子走回出去。李姐盯着电脑上的工作组会议邀请，眉头紧锁，看着附件里的几个提案，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旁边新来的助理张小欲言又止地看着李姐，李姐转头看了眼张小，你想说什么？李姐，我觉得改制度容易，实行起来还是挺难得。而且我们财务部的权力是不是会跟着变小？李姐看着张小没有说话，双手叉腰。她想起了赵总会后临走时的话。小李，既然现在这个制度优化工作组要成立了，集团对这件事也很重视，你在组里也要多学习。李姐表情变得铁青。张小看了眼李姐，悄悄地转过了身，开始工作。李姐不明白，这个被自己刁难的小业务员，现在居然翻身做了制度变革的核心，这让她如何配合？今天难得没有加班，小张说要请自己吃饭。他现在在楼下等人。技术部的老周这时从公司走了出来。潇洒，今天挺早的。今天刚好没有什么业务，所以下班早点。行，那我先走了。老周步行慢慢，身影已经消失。转过身，小张也从公司里走了出来。潇洒，之前说过要请你吃赔罪饭的，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味道很不错的饭馆，我们去尝尝。行啊，最近报销款下来了，你满血复活了。我知道，没有你帮我肯定报销不了。还有上次的事情，要不是我，也不会连累你，让你成为了大家的靶子。我摆摆手，你不用这样，无论是谁，我都会帮的。何况大家都需要一个明确清晰的制度来规范业务。好了好了，我们快过去吧，去的晚了，可就没有位置了。那天我们吃的都很开心，不仅仅是饭菜的美味，还有看见曙光的开心。我明白，拿起制度就是拿起了刀，但如果不拿起来，对我来说不公平。放在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我没有理会。回到家后，我拿出手机点开了短信。王潇洒，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落款：集团审计总监。上午11点，办公室里，内部公告系统弹出一条通知：关于制度优化组成立通知，成立时间本季度初，办公地点市场部，临时，优化范围财务报销管理明细、差旅管理办法等公司规章制度，重点领域差旅费用和招待费的管理。优化组组长刘经理，副组长陈总，市场部组内成员：财务部李会计，技术部老周，市场部王潇洒，人事部孙主管。办公室里开始骚动，公司终于是看见员工疾苦了，工作小组都出来了，最好把那些卡，我们的条例都给优化了，省得一天天报销跑8次，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啊。我听着同事们的议论，打开了公司内部系统上单独收到的邮件，主题：关于修订差旅费及招待费管理制度的第一次会议，时间通知。正文：工作小组已经成立，现在通知第一次会议时间，请各位小组成员尽快准备好自己的提案，于周4下午14点在会议室集合开会，不得迟到早退。附件：提案书写标准。我打开附件，看了下书写标准，对比自己的内容开始做修改。李姐皱着眉头调出自己的提案，看了眼没什么问题，
开始了打印。办公室里其他同事悄悄观察李姐，眼神示意张晓去说话。张晓纠结地抓着手里的笔，转身看着李姐。李姐，现在工作小组成立了，你是不是就要去市场部工作了？只是开会的时候过去，我的办公室不会变。李姐，新规会很快颁布吗？那我们财务这边这段时间是按着之前的流程走，还是？李姐停下手中的动作，想起了姐夫打给她的电话。你们公司成立的小组，我听说了。既然集团也重视，你作为财务部的代表，态度要积极。在制度没有修改颁布之前，还是按照之前的流程走，只要符合公司报销制度标准就行。张晓点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和其他2个同事对视一眼，大家都散了。李姐拿出已经翻旧了的财务制度汇编，从书里拿出了一张泛黄的纸条，是她入职时师傅写给她的。财务人员守的是公司的钱，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良心。良心。李姐合上制度，仔细看起了提案。老周今天的水杯里没有泡枸杞，今天怎么没喝枸杞？也该活动了，不能总养生啊。说的是，这工作组的办公地点放到你们部门，老陈给我们安排在哪里了？应该是有个小型会议室给我们用，不过具体是哪一个我就不知道了。行，到时候就知道了。说完，老周就出了茶水间。不一会，李姐也进来了，不过她没有和我打招呼，估计还在为之前的事情生气。我以为她不会理我，没想到她居然转过了身。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接着说了。你就像个刺猬一样，明明别人都能接受，就只有你接受不了，总想着改变这一切。李姐，我以为我上次和您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只是不想大家的辛苦最后被制度否定。你是觉得我这是在挑战你们？其实从其他角度看，你其实也是被制度裹挟的人。李姐皱眉，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李姐，陈总说邀请您参加我们市场部的会议，分享一些我的工作经验。李姐，你们市场部的工作经验，邀请我过去干什么？李姐，我觉得您还是听听吧，我的这些经验和财务部也有关的。我转身离开时的时候，李姐还站在原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下班后，大家收拾东西往外走，陈总走了出来。陈总站在我的工位旁，拍手。今天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在工作组开始会议之前，我们市场部明天开会，确定一下工作方向。同事相互看了看，最后视线聚焦在陈总身上。明天上午10点，大家准时到场。说完之后，大家都一起坐电梯下楼回家。市场部的同事陆陆续续走进来，这次大家的脸上是安心的表情。陈总站在白板前，投影仪的光线在他的脸上照出一道分界线。大家都到齐了就行。今天的会议比较简单，我就说2点。小张在旁边悄悄地说：“陈总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悄悄地回复：“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小张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很有激情。制度改变对于我们市场部来说是好事。”前面的陈总已经说完了会议的安排，现在正在说工作组的办公地方。优化工作组的办公地方，暂时在我们部门。下午去2个同事收拾一下我们部门最后的那个小会议室。会议结束，大家都往外走。陈总叫住了我：“潇洒，你等一下。”我疑惑陈总这个时候叫我干什么？收拾好东西之后，站在了原地。制度优化组开会之前，各个部门肯定会忙起来。你在平时的业务上还是要学会变通。最近那个一段时间，还是要多注意，招待客户时灵活一些。我相信你的实力，好好干。我张了张嘴，你的业务能力很不错，虽然上次谈了大单子，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戒骄戒躁。陈总拍拍我的肩膀，拿着东西走出了会议室。我等了一会，才回到工位上。此时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我整理好会议纪要，和小张去了餐厅。餐厅里正是人多的时候，2人站在聊天。从明天开始，我就是费用管理专员了，就不用再去跑业务了，感觉还有点不适应呢，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好好干吧，我相信你的能力。可我总感觉不踏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专门管理费用，以后市场部的很多费用都会先从你这里走一遍，你到时候可要仔细一些。潇洒，到时候我不清楚的事，你可要帮我啊。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会帮你的。餐厅里打饭的人没有多少了，2人走了进去，正好碰上财务部李姐和同事吃完饭往出走。我点头打招呼，李姐回了一下。小张不可思议地说：“李姐以前可没有给人打招呼的习惯，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自己也挺诧异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工作组的原因吧。我想总不可能是李姐觉得我说的对吧，准备开始改变了吧。周3下午，陈总邀请财务部李姐参加了市场部的会议。在开始工作组会议之前，我想邀请财务部李会计一起看看我们市场部员工关于平衡业务拓展与制度合规的工作经验分享，大家欢迎。会议室里响起掌声。我走到白板前面，打开 PPT 投影，打开 PPT， 标题是规则之下，生意之上。我最近梳理了差旅管理办法和招待费用管理制度之间的矛盾点。我调出条款对比。差旅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员工出差应选择经济便携的交通方式，原则上不得乘坐飞机。但是补充条款写，如遇到紧急任务或高铁票售罄等情况，经直属上级项目经理批准后，可乘坐飞机。李姐瞪了我一眼。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叫紧急？什么叫售罄？
财务部掌握解释权，但解释标准不透明。李姐的脸色微沉，这是她亲手制定的条款。我们现在看一下招待费用管理制度第8条，招待费用需要提供明细小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很多的商务宴请场所无法提供小票，要么业务员工自己垫钱，要么就会失去客户，或者是找其他的发票代替，这样的话会导致更大的风险。李姐忍不住开口：王潇洒，制度制定的时候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你现在说的问题是执行上的偏差。我点头。李姐说的对，但偏差为什么会发生？因为制度制定者没在一线跑过客户，不知道客户晚上10点才约见面，不知道小城市餐厅根本不开增值税专票。我调出一组数据，过去半年，市场部因票据不全被驳回的报销单中，68%发生在2线以下城市；因交通方式不合规被驳回的差旅单中，92%是因为紧急程度认定分歧。李姐沉默了，这些数据她看过，但以前只当是业务员找借口。李姐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手指在计算器上无意识地按着。张晓小心翼翼：李姐，王潇洒今天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李姐抬头：什么道理？他为业务员开脱的道理。张晓鼓起勇气：不是开脱，是我们制定制度时确实只参考了大城市、大企业的数据。我老家县城的饭店连机打小票都没有，只有手写收据。李姐想起上周驳回的一单，业务员在县城招待客户，拿回手写收据，他以不符合票据规范驳回了。业务员当时说：李会计，那种地方您去过吗？他没去过。手机响了，是姐夫。小妹，集团审计中心最近在调研各自公司制度执行情况，你们公司那个王潇洒写了一份制度执行偏差分析报告，很有见地，你要关注一下这个人。李姐点开附件报告，30页，数据详实，案例具体。她关上电脑，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景象开始沉思。周4下午2点，会议室里，周总监坐在中间，戴着眼镜，在看手里的资料文件。财务部坐在右手边的桌子旁，市场部陈总坐在左边，其他人依次向下排。今天第一项议题，修订差旅管理办法中的交通标准条款。刘经理，你先把审计部发现的问题说一下。刘经理推了推眼镜，审计部抽查发现，去年因交通方式不合规产生的争议共187起，其中163起最终由财务部强制驳回，但后续调查显示，这163起中有112起确实存在高铁票售罄或任务紧急的情况。李姐皱眉：是有这种情况，但他们没有提前申请特批。我调出系统数据。李姐，这里有3个典型案例。案例1，业务员周5下午接到通知，周6上午必须到广州参加客户紧急会议。他尝试申请特批，但您当时在开会，系统要求财务负责人及时审批，他等了2小时没批，只好先买机票。李姐查记录，那天他确实在开季度预算会，手机静音。我继续说道。案例2，业务员去兰州高铁票售罄，他截图12305页面申请特批，但财务部要求提供车站售票处书面证明，他跑去车站，售票员说我没权利开这种证明。李姐记得这单，她坚持要证明，最后业务员自掏腰包补了差价。我看了看李姐的神色，继续说道。案例3，新业务员第一次出差，不知道要申请特批，直接买了机票，回来报销被驳回。他当月工资不够垫付，差点交不起房租。会议室安静，周总监问：李会计，作为财务负责人，你怎么看？李姐沉默良久，开口时声音有些干。我承认制度执行时缺乏灵活性，但放开限制，如何防止滥用？我提出方案，建议修改条款为：员工出差优先选择高铁，如遇以下情况可乘坐飞机：1、高铁运行时间超过6小时且任务紧急；2、出发前48小时内高铁票售罄，需提供购票平台截图；3、客户要求当天往返且高铁无法满足。我继续补充，同时建立事后备案制，紧急情况下可先乘坐24小时内补说明。财务部按月抽查20%，造假者列入黑名单。李姐快速计算，抽查20%，财务部工作量会增加30%，但争议量会减少80%。我调出模拟数据，总工作量其实是下降的。李姐看着数据，终于点头。技术上可行，但我要求增加一条：所有事后备案案例季度公开评议。周总监拍板：好，差旅条款按此修订。下一项，招待费标准。李姐先发言。招待费用管理制度的核心是票据规范，如果连合规票据都没有，费用真实性如何保证？我调出调研结果，我们访谈了37位业务员，
发现票据问题集中在3类场景：一、私房菜、会所等高端场所，往往只有手写账单；二、酒水费用，很多餐厅不开进酒水明细；三、礼品费用，无法取得发票。我接着补充，但反过来看，我切换页面，这些场景往往对应最重要的客户，因为重要才要去私房菜，因为重要才要送贵重礼品。陈总插话：李会计，我们部门同事去年丢了一个大客户，就是因为客户想去一家只接待熟客的会所，我们开不出发票，没法报销。后来竞争对手请客户去了，单子就丢了。李姐皱眉，那也不能违反制度。刘经理开口：李会计制度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制度让我们丢客户，那要制度干什么？他深吸一口气，我有个提议，设立特殊招待备案池，预算单列额度控制在总招待费的10%以内，但是使用时需满足3个条件：一、客户年度潜在价值100万以上；二、直属上级和财务部双人现场确认可视频；三、事后提供客户价值评估报告。他顿了顿，这是底线，再放开，财务就失控了。我立刻补充，我建议再加一条，所有特殊招待费用需在 CRM 系统关联，具体商机进展，季度复盘时评估投入产出比，连续2个季度产出低于投入的，取消使用资格。周总监看向李姐，李会计，这个方案你能接受吗？李姐看着条款，缓缓点头，可以，但财务部要参与季度复盘，有1票否决权。李姐在泡茶，手有些抖。李姐，谢谢您今天配合我。我可不是配合你，我是在为公司做事。李姐，不管是为了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转身准备出去，李姐叫住了我。你之前写的那篇制度执行偏差分析报告我看过了，数据很扎实，但是你漏了一点，制度松弛带来的道德风险。当人们发现钻空子很容易时，好人也会变成坏人的。所以才更需要监督。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吗？王潇洒，我之前说你天真，你还不以为意，那就等着看这些制度正式实行时会发生什么吧。我皱眉思索，李姐继续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1票否决权吗？就是为了防止一些人钻空子。我还是那句话，规则就是规则，一旦有人打破，就没法补救了。李姐说完之后，就带着水杯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站在原地思考，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否与自己的初心相悖？老周这时候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刚刚会议上的表现很好啊，等这些规则颁布下来，你估计有的忙了。老周，你觉得我做的对吗？挺好的。目前来看，之前出现的问题确实可以解决，但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上就不是简单的守规则了，人情你也要开始兼顾了。手机震了一下，是陈总的消息。潇洒，10分钟后来一趟我的办公室。我走进去，自觉带上门。陈总坐在办公室里的沙发上，桌上放着2杯水。陈总面对微笑地看着我。潇洒，你现在可是我们公司里的红人了，这些新规则对我们市场部很友好，这样我们以后的业务也很好开展了。你可是大功臣啊！我心里咯噔一下，陈总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我为了给自己谋福利。陈总，根据员工手册第24条，员工需与公司决议保持统一。我做这些都是跟着公司的脚步在走，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陈总笑容凝固了一下。潇洒，坐下说话。我看了看桌上的2杯水，坐在另一杯的前面。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之前你和小张提交给审计部的报告，虽然给我们部门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是却成立了制度优化组，现在制度也会更加的完善。在我看来，就是对我们市场部是有利，只是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这么说你明白了吗？我捏了捏手，没有说话。审计部的周总监很看好你，好好做吧。陈总看了眼桌上的水，喝点水吧。我看着桌上的水，无色的水越看颜色越深。我喝完水，将杯子放到了桌上。咚的一声，椅子相撞的声音响起。陈总找你说什么了？说让我好好努力。说的好听，这新规制定了，肯定就会试点执行，到时候适应了以前制度的员工，恐怕是有的闹腾了。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但只要制度对他们是有利的，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昨天的会议之后，财务部就开始忙着制定和修改细则了。今天准备去交报销的同事都犹犹豫豫。看财务部这忙碌的样子，是不是新规马上就要发布了？差不多吧。那今天是不是报销无望了？还是歇2天吧，等这段时间过去再说。我坐到工位上，优先处理了业务上的工作，再拿出昨天会上记录的规则，仔细看了看。这时，公司内部系统财务部发出了2份通知，关于差旅管理办法中交通标准报销的补充条款修正通知。财务部2021年第4号，员工出差优先选择高铁，如遇以下情况可乘坐飞机： 1. 高铁运行时间超过6小时且任务紧急； 2. 出发前48小时内高铁票售罄，需提供购票平台截图； 3. 客户要求当天往返且高铁无法满足，同时建立事后备案制，紧急情况下可先乘坐，24小时内补说明。财务部按月抽查20%，
造假者列入黑名单，所有事后备案案例季度公开评议。下方有一行小字，此通知下周一正式生效，公示期3天。紧跟着的就是另外一条通知，关于招待费用报销条款中补充条款的修正通知。财务部2021年第4号，招待费用报销需依据合规票据，根据以往出现的票据问题，现增添补充条款如下：根据工作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设立特殊招待备案池，预算单列额度控制在总招待费的10%以内，但使用时需满足3个条件：一、客户年度潜在价值100万以上；二、直属上级和财务部双人现场确认，可视频；三、事后提供客户价值评估报告。所有特殊招待费用需在 CRM 系统关联具体商机进展。季度复盘时，评估投入产出比，连续2个季度产出低于投入的，取消使用资格。注：特殊招待费用的报销，财务有1票否决权。下方同样有一行小字，此通知下周一正式生效，公示期3天。同事们看着新鲜出炉的2个通知，开始激动。这次的速度还挺快，还知道提前公示，不像上一次来个临时通知。可真是太好了，这一下报销可不就简单多了。听着同事们一言一语的话语，我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抬头发现财务部赵总和李姐在办公室里说着什么。赵总的脸上带着笑容，倒是李姐表情凝重。李姐刚发出去2项通知，赵总就推门进来了。李姐站起身，赵总，您坐。赵总站在李姐的办公桌前，随手拿起桌上的财务制度汇编。这本书你保护的挺好的，你师傅之前可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李姐点点头。怎么样，工作组里工作开展还顺利吗？挺顺利的，我确实有一些问题存在。既然有了问题，那就改正。但是财务部就是要给公司资金把关的，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好了。李姐面色凝重。赵总放心，我会把握好的。赵总拍拍李姐肩膀，好好干，我们财务部是一体的，你以后可是要接受我这个位置的。赵总说完话就出去了。李姐若有所思地坐在椅子上，手指放在计算机上。一旁的张晓凑了过来，李姐开始试点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各个部门驻点工作了？是，准备好文件，到时候过去。张晓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希望一切顺利。周一市场部通知正式开始执行，李姐带着财务部3人小组入驻市场部。第一个出现问题的是市场部的老业务员刘哥，他拿着差旅报销单找到张晓。小张会计，我这次出差去昆明，客户临时更改时间，我只能改签机票，导致多了600块钱的差价。张晓查看新规定，你有客户变更时间的证明吗？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或者邮件都可以。这临时通知我一时间就忘记了，而且客户是电话说明的，我没有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刘哥着急地站在张晓面前，不好意思，规定就是这样的，如果您有补充材料，这个钱就可以报。就不能通融一下吗？李姐听见动静走了过来，出了什么事情？张晓站起身走到李姐旁边。李姐，她的报销补充材料缺失，报销不了。李姐拿过来报销单。刘哥，差旅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里明确说明了，因客户原因产生的额外交通费用，需提供书面证明。如果没有书面证明，则需要提供至少1条间接证据，如通话记录、微信截图或者邮件。李姐语气平和，您要是能提供，我现在就给您批。刘哥急了，李会计，这不是明摆着吗？刘哥，新的通知下来，我们就要按照规则办事，我不会故意为难您，只要您让客户出个邮件，说一声因为临时有事需要更改时间，满足了临时更改时间导致任务紧急、高铁时间太长这个条件，我就可以批。刘哥嘟嘟囔囔的走了。2个小时之后，刘哥补齐了材料，报销很快就审批通过了。张晓看着李姐的操作，佩服的竖起大拇指。李姐，你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得通情达理了，是吗？张晓点头。我也看见了这一场大战，还以为李姐还会和以前一样，直接将报销单打回去，也不说什么原因，就开始搪塞。没想到现在居然这么和颜悦色，小张也惊讶的合不住嘴。没想到啊，李姐以前可不会这么和颜悦色，之前可都是态度非常不好的，将报销单给驳回的。这次由集团审计部门的介入，李姐怎么也会收敛一些的。说的也是，刘经理一看就是个公正的人。行了，你还是抓紧时间核对费用吧，陈总可是下午就要的。苦命啊！我收回视线，低头继续工作。早上刚进办公室，就听见同事在一起闲聊。听说了没？财务部的赵经理好像要调到集团去了。你听谁说的？公告都没有发出来，在公司已经传了好几天了。小张也加入了讨论当中。那赵总调走之后，谁当财务部经理啊？我听小道消息，好像是李会计。我一时间愣住了。小张替我问出了疑惑。李会计，他的资历不是不够吗？可人家已经干了很多年了。再说了，人家姐夫可是集团的财务总监，怎么没有可能了？怎么这么突然？人事变动之后会有新问题？我紧缩眉头，又开始翻看公司的职位晋升与调动准则。公司系统弹出通知，全体员工于下午3点准时参加会议，不得迟到早退。我想到，这肯定是未来的宣布财务部职位变动的。下午3点，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人事部门孙主管、市场部陈总、财务部赵总、
李姐、审计部刘经理、技术部老周坐在会议桌左侧，剩下的职员坐在右边。今天会议有2件事，第一件就是汇报制度优化小组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李会计，你来说一下财务部的情况。在试行期间，虽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整体上是节省了成本。因票据不全而驳回报销单的频次下降了50%，看来是有成效的。业务员的压力和财务的压力都小了很多。刘经理环视一周，集团建立制度优化小组，我们公司是第一个试点的，公司给的考察期是3个月，大家在这段时间内一定要严格实行。会议室里响起大家的回应，我转头和赵总的目光对上了，赵总牵起嘴角微笑向我点头示意，我回应了一下，下一瞬就总宣布第2件事。第2件事，经集团董事会及人事部的决定，现对财务部赵明总经理的职位做出一下调整，接下来由人事部孙主管来为大家宣读。孙主管点头，翻开了面前摆放的文件。感谢大家参加这次的会议。下面我宣布集团对财务部赵明的人事调动。首先，我想借此机会代表公司对财务部经理赵明过去20多年在财务部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职期间带领团队在成本管控项目等项目上，为公司的稳健运营和财务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及对财务部经理赵明专业能力的认可，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财务部经理赵明将调任至集团公司名下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一职。老周微笑，端起杯子喝水。为确保工作可以平稳过渡，我们制定了详细的交接计划。财务部经理赵明将继续负责当前工作至2021年4月底，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协助完成工作交接。关于财务部后续工作安排，公司决定提拔李荣为财务部经理。孙主管合上文件抬头，大家如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欢迎会后与人力资源部或者管理层沟通。大家之前都听过相关的消息，现在倒是镇定。既然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赵总和陈总、刘经理走在最前面，李姐走在中间，我拿着本子走在李姐的后面。李姐停住脚步，转过身。王潇洒，你提议的内容上还是有一些问题，下周开工作组会议的时候一起解决一下。好的，李姐，不，李经理，恭喜。李姐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说，愣了一下，谢谢，随即转身走了。我顺带拐进了茶水间，没想到老周已经在这里了。老周喝了一口水，是不是很意外？是有一点。赵总的做法是没错，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这里的环境对他不利，就果断抽身了。现在的局面对赵总来说不是正好吗？因为这里权力的归属变得明确了。我思索着老周的话，低头接水，想起了之前赵总给自己打电话说的一句话：规矩不是死的，执行规矩的人也不该是死的。下午的太阳的照在身上，暖烘烘的。又是一个周一早上，财务部一上班，办公室里就已经挤满了人。李经理，这个报销不能通融一下吗？这会所没有发票啊。小张拿着报销单着急地站在财务室里。周3的时候，陈总接待了公司的大客户，带人去了人均消费800的会所。张晓在处理其他的事情，李姐接过单子。根据新修订的招待费用管理制度补充条款3，特殊招待需要提前24小时报备，经财务部现场确认或者远程视频确认，你们报备了吗？小张抬头看向旁边的陈总，客户临时提议的，没有报备。局面开始僵持。陈总，这是规定，不能因为是领导层的客户我就开这个口子，我需要按照规定办事，您别为难我。陈总脸色一阵潮红，我提出解决方案。补充协议还有一条，如遇突发情况无法报备，可以在结束招待后的2个小时之内补充说明，或者提供带有水印的现场照片或者视频作为证明。我拿出手机，我这里有当时的视频和照片，您看看可以吗？李姐拿过手机看完，随后看着陈总。陈总，这次就不驳回了，目前还在试点，您作为领导可不能当反面教材。陈总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随后走出了财务室。财务室里其他亲人自然是听见了刚刚的争吵。李姐现在都敢拒绝陈总了，看来这职位升了就是不一样。一时间关于李姐的议论开始在公司里散开。老周端着枸杞茶坐在了李姐的对面。李经理，听说你驳回了陈总的单子，怎么了？有人议论？议论多了，还有人说你和王潇洒一起夺权，说你想要做财务总监。虽然现在和王潇洒一起工作，但这不代表我和王潇洒是一路人，我有我的坚持，随便他们怎么说。但我觉得你做得很好，这么多年了，终于有财务总监对业务老大说不了。你不觉得我太过于看重规矩，太较真了？较真好啊，制度要是连普通员工都管不住，管普通员工有什么用？李姐若有所思。老周继续说道，其实王潇洒的提议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太追求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你拒绝陈总是对的，今天你让他走流程，明天审计来了，他才能理直气壮。李姐连连点头，她忽然意识到，改革最大的阻力不是普通员工，是中层管理者的特权思维，而她要做的就是用同样的标准对待每一个人。周4又到了工作组的例会，刘经理看完之前的数据，
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发现，业务员开始选择性招待，只招待有价值的客户，冷落潜力客户。长期看，可能影响到客户储备。李姐调出财务数据，我分析了过去3年的招待费效比，确实存在28定律，20%的客户带来80%的业绩。但另外80%的客户中，有15%会在第2年转化为核心客户。李姐转头看向我，这不仅仅是业务问题，也是财务问题。如果制度的制定是为了倒逼业务员只做短期投入，长久下去会影响到公司的财务。我看着列出的问题，短暂思考。可以在招待费预算中设立潜力客户培育专项额度占10%。使用条件：一、客户成立2到5年，2年增长超过30%。3、行业前景好。这部分费用考核的不是当期产出，是次年转化率。陈总赞成。这个好，我们一直想系统化培育潜力客户，但预算都被成熟客户挤占了。李姐计算后说，财务部可以支持，但需要明确的转化评估标准，比如潜力客户次年订单增长50%以上才算培育成功。我补充，每季度复盘，连续2个季度未达标的业务员暂停使用资格。好，可以执行，但记住制度不是要卡死业务，是要引导资源流向最有价值的地方。我回到家中收拾好，继续看材料，手机震动，我拿出来一看，是李姐的消息。你今天的提议很好，没想到你真的把制度研究透了，还能从漏洞中找到新的可以改进的地方。其实很简单，只要你作为业务员工作一段时间就知道了。这是你为自己谋得福利？不是，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制度可以保护他们。李姐不再回复消息，我也关了手机，躺下休息了。但世事无常，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用制度来赌的。4月底，赵明已经做好了交接，现在在收拾东西，准备去另一家公司上任。临走之前，赵总将我叫到了办公室里。我到的时候，办公室里一半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赵总看见我后，微笑招呼我：“有点乱，不要介意。”不敢。赵总，恭喜升职，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说。赵总摆摆手：“没事，没什么好恭喜的，只不过是明升暗降罢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起来。不用紧张，我今天叫你来就是闲聊。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把公司的规章制度研究得很透彻，让我觉得自己的权威被你挑战了。但是后来，在会议室里，面对审计，你也能很镇定地用公司的条款漏洞堵着他们。我觉得在你身上，这些制度才是活的。我没有想到赵总会说这些，一时间有些错愕。赵总，赵总打断我。李荣虽然之前性格不好，脾气暴躁，但是这一段时间里，我看他在你的影响下也是改变了很多。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赵总，我知道了。赵总摆摆手让我出去，自己慢慢收拾东西。这场规则游戏和自己预想的出入太大。6月中旬，市场部发生了一件事，我也陷入其中。周三市场部晨会，陈总面色凝重地宣布，集团审计中心突击抽查了市场部过去3个月的报销记录，发现了7个疑似违规案例，其中5笔涉及新规下的特殊招待备案。会议室空气凝固，所有人的目光投向李姐。李姐站起身，声音平稳但有力。这7笔报销全部符合修订后的招待费用管理制度补充条款。我已经准备了完整的材料包，包括每笔费用的客户价值评估、现场确认记录、CRM 关联进展，审计中心随时可以复核。审计部刘经理推门进来，面色严肃：“李经理，材料我看过了，问题不在这7笔本身，问题在于……”他看向我。王潇洒作为制度修订的主要参与人，自己上周有一笔差旅报销，涉嫌制度套利。我愣住。小张急忙翻出单据，是我上周去杭州出差，高铁票售罄，买了机票并走了事后备案流程。刘经理调出记录，根据差旅管理办法修订案第3条第2款，高铁票售罄需提供购票平台截图证明。你提供的截图显示，出发前48小时确实无票，但审计部查询了12306后台数据。他顿了顿，那天下午3点到5点，其实陆续有退票放出。理论上，如果你持续刷新，有可能抢到票。全场哗然，李姐脸色变了。陈总沉声问：“潇洒，怎么回事？”我整理思路。刘经理，条款写的是出发前48小时内高铁票售罄。我提交截图的时间点是出发前36小时，当时确实售罄。至于之后是否有退票，这属于不可预测的变量。刘经理紧逼，但你可以设置抢票提醒。我可以，但没有义务。我翻开制度汇编，条款只要求提供售罄证明，没有要求持续监控直至出发。如果加上这个要求，等于变相剥夺了事后备案通道，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你为什么不一直刷新。李姐忽然开口：“刘经理，这个案例我审核过。”我认为王潇洒的操作完全符合条款字面规定。
至于条款是否有漏洞，那是制度设计问题，不是执行问题。刘经理皱眉看向他，李经理，你在包庇？李姐语气坚定。我在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如果今天因为可能抢到票这种模糊理由就否定合规操作，那以后所有事后备案都可以被质疑。你为什么不多等2小时？你为什么不多打几个电话？制度就会失去明确边界。周总监推门进来，全场起立。他坐下，翻看材料。都坐。这个案例很有意思。他看向我，王潇洒，你作为制度设计者，用自己设计的条款打了个擦边球，你有什么想说的？我深吸一口气。周总监，这个案例恰恰证明了我们需要继续优化制度。我建议在条款中增加补充说明，售罄证明以提交申请时为准，后续票源变化不影响备案效力。但如系统显示有票，而申请人未购买，需说明理由。周总监却笑了。王潇洒，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我摇头。你太相信完美制度了。周总监继续。你以为把所有情况都写进条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现实是人和制度的博弈永远存在。今天你堵了这个漏洞，明天会有新的漏洞出现。他看向所有人。改革的真正目的不是设计一套无懈可击的制度，而是建立一个持续改进的机制。这个机制能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愿意遵守规则，因为遵守比违反更划算。他拍板，这个案例按合规处理，但工作组要在3天内出台事后备案的补充细则，明确操作边界。另外，他看向我，王潇洒，从今天起，你所有报销由李经理双重审核，制度设计者要比别人更经得起检验。有问题吗？没有。午休时，张晓疑惑地问道：李姐，你今天为什么帮王潇洒说话？你忘了之前王潇洒和你不对付啦？李姐头也不抬。以前我挺的是旧制度，今天我挺的是新规的严肃性。如果连制度设计者按规则操作都要被质疑，那还有谁会信这个制度？而且他说的对，条款的漏洞应该通过修订来弥补，而不是用模糊质疑来否定合规操作，这是基本原则。手机震动，姐夫发来消息：蓉蓉，听说你们被审计抽查了，集团有人议论说新规漏洞百出，你要做好准备，可能要被问责。李姐回复：制度有漏洞正常，我们再补，但用个别案例否定整个改革方向，这不公平。公平？职场哪有什么公平？你不能为了这份公平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搭进去。李姐没再回复。李姐看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条款，想起这3个月来的点滴：业务员从抵触到试探到接受，财务部从对立到协作，那些曾经冰冷的报销单背后开始有了温度。放下手机，她继续工作。补充细则需要平衡3方诉求，审计要风险可控，业务要操作可行，财务要审核有效率。午休时间，我坐在窗前的桌子旁喝水，顺便思考周总监的话，难道我真的在用一个规则堵另一个规则的漏洞？我参与这场规则游戏的初心是什么？现在好像也偏离了轨道。老周进来的时候就见我愁眉苦脸的，老周端着水杯走了过来。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老周，我真的太理想化了吗？完美的制度固然是好的，但是太完美了反而会出现问题。你想好要怎么去解决了吗？我若有所思。知道什么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我不太理解。老周解释，制度太好了，大家就会钻空子。看我在思考，老周微笑，端着水杯离开了这里。到了季度末，各个部门都在冲刺业绩，市场部也不例外。陈总在工位上为大家加油鼓劲。过去的这3个月里，我们在新规的试点之下还能做好业务，你们的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在快要到季度业绩结算了，我们市场部还是要保持这股劲儿，再拼一拼。同事这3个月来，报销上没有被卡，业务也做得风生水起，我也是连续签了好几个大单子。小张激动道：陈总，我们会努力的。那肯定啊，要是这季度我们部门业务能达到标准，陈总可要请我们吃饭啊。大家其乐融融。陈总前脚刚高兴地走进办公室，后脚小张就带来了一个大雷。办公室里气氛凝重，陈总坐在桌前看着桌子上的报告。陈总，我也不知道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陈总拍桌子：我们刚拿到业绩标兵的称号，你们就给我捅这么大的篓子，这是谁负责的？把负责人给我叫过来。负责人他已经被辞退了。谁辞退的？出了事不让他负责，把人辞退了，你上还是我上？我深吸一口气，敲门进入。陈总，这次负责的人是销售部一个新来的，还在试用期，对我们的这些规定都不是很熟悉，所以导致为了业绩虚构了答谢会，报销了3万费用。陈总看见我进来，慢慢冷静下来。不是我们部门的。虽然不是我们部门的，但是我们部门的一位同事是和他协同工作的，
所以才会牵扯到我们部门。我接着说，严重的是他伪造了客户照片，审计部门在抽查的时候直接打了客户的电话，当场戳穿了。王潇洒，你也参与了制度的制定，你现在想想有什么可以补救的，现在赶紧去做。要是牵扯到评估组和审计部门协同办公，不一定会出什么事儿呢。拿到好成绩的喜悦消散在忙碌的工位当中。我想不通，为什么制度都这么完善了，还会有人试图钻空子？我不禁想起之前没有这些规则的时候，虽然还是生活在规则的网之下，但却没有这么累。周总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直接震怒。现在是新规试点评估的关键时候，居然还出现了这么大的丑闻，评估组会怎么看？集团会怎么看？徐总脸色铁青。销售部的这个员工我已经开除了。开除了有什么用？这件事情是开除就能解决的吗？陈总冷哼，关键是还牵扯到了我们市场部，我们的员工是好心才帮助他的，他倒好，直接给我们找了这么一个大麻烦。眼看徐总和陈总就要吵起来了，我站出来分析，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决问题，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立刻向集团自报，不能等评审组发现。第二，查询销售员之前的报销费用，看是否有问题。第三，我们要分析制度漏洞，为什么他可以成功伪造备案材料。他钻的是特殊招待时候备案漏洞，因为允许时候补材料，所以他就伪造了材料。我们的抽查比例是20%，他当时运气好，没有被抽到。那就证明我们的制度还是存在漏洞，需要做出相应的补充协议。我们可以把抽查比例调整至60%。这都是马后炮，还是好好想想。面对评估组的时候，你们说什么？会议不欢而散，而评估组也如期而至。凌晨，我还在修改文件，手机震动。潇洒，自查方案我也写了一份，我们综合一下，看看哪里需要补充。李姐，没想到这次会出这么大的漏洞，我的消息还没有打完，李姐的下一条消息已经发过来了。这次的事情我们都没想到，但是制度就算再完美，也会出现裂缝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决问题。我把打出的字删掉，重新打。李姐，我觉得还有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我和李姐聊到很晚，才把最终的材料确定下来。这一次，我们站在了同一个战线上。周一，集团评估组正式进入公司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严总开门见山，先说说销售部小王的事情吧。在评估开始前，我想听听你们的态度。周总监示意李姐发言，李姐站起来，深深鞠躬。各位领导，作为财务负责人，我对小王事件负主要责任。我们的制度存在漏洞，监督存在盲区，我难辞其咎。他递上自查报告，这是我们完成的自查和改进方案。核心3点：第一，建立报销诚信积分体系，失信行为直接扣分，影响未来所有审批。第二，增加高风险人员动态监控机制，系统自动识别异常模式。第三，财务、审计、业务3方联合抽查，比例从20%提升到30%。严总监翻看报告，面无表情。这些措施能杜绝类似事件吗？李姐坦诚，不能，没有任何制度能杜绝所有违规，但我们可以让违规的成本越来越高，让合规的收益越来越大，让大多数人选择合规，因为这是最理性的选择。严总监看向王潇洒，王潇洒，作为制度设计者，你怎么看？我回答，严总监，我想用数据说话。我调出试点3个月的大盘数据，总报销单量3215笔，确认违规3笔，包括小王，违规率0.09%，而去年同期违规率是0.7%，新规下违规率下降了87%，争议处理时效平均1.2天，比旧制度的5.3天缩短77%，员工满意度4.6分。财务部评分从2.1升至4.1，业务影响，招待费下降18%，但客户续约率上升9%，新客户获取成本下降12%。我一笔一笔报出数字，严总监终于露出了一丝表情，是惊讶。数据很扎实，小王事件是个案，但你们的态度和应对让我看到了制度的韧性。他顿了顿，继续评估吧，我要看真实的运行情况，不是报告上的数据。周总监带着我们继续探讨。现在的结果是好的，但是评估的时间没有定下来。我建议去到一线去搜集真实的数据，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看着报上来的数据空想。李姐点头。周总监，我觉得王潇洒的建议可以采纳，我们确实应该去看看。我很感激李姐此时的发声。那就去。评估组随机访谈了20多名员工，有业务员说，现在报销快多了，不用天天跑财务部。也有业务员抱怨，流程还是麻烦，特别是写情况说明。财务部员工说，工作量没减少，但吵架少了，成就感高了。技术部老周被问到，他嘿嘿一笑，我观察了3个月，最大的变化不是制度，是人。李经理以前像个门神，现在像个教练；王潇洒以前像个刺头，现在像个桥梁。人啊，一换位置就换脑子。最后访谈陈总，他说，这3个月
是我做市场总监10年来最累的3个月，但也是最踏实的3个月。以前月底最怕审计抽查，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每一步都走得正。严总监问：如果集团推广你们的经验，你觉得能成功吗？陈总想了想，能，但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一把手真支持，不是口头支持。第二，财务和业务要有人愿意先迈出一步。第三，要准备好面对失败和反弹。评估持续了3天，周5下午，严总监宣布初步结论。试点总体成功，具备推广价值，但需要完善3点：第一，诚信体系要尽快上线；第二，监督机制要加强；第三，成功案例要系统化总结。他看向我和李姐，你们2个写一份详细的推广手册，集团要在下季度启动第1批推广。王潇洒看着电脑上的文件名，在思考怎么下笔。手机震动，是李姐发来的消息。王潇洒，谢谢你。我看着这个消息笑了。聊天界面的最上方还是他叫我去财务办公室的消息。不到3个月，李姐的态度就已经改变了很多。我没有回复，将手机放在桌上。现在我知道怎么写了。3个月后，我正在和客户沟通签合同的事情。陈总来到我的旁边，待会儿来一下办公室。我点头同意。我带上门，陈总让我坐。我坐在陈总办公桌的对面。陈总面带笑容。潇洒，你们之前交上去的推广手册已经开始准备推广了，集团准备让你去继续负责，你怎么想的？我有点意外。陈总，作为负责人去推广的话，我的能力还是不够。这种财务上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让财务部的人负责才是正确的。陈总欣慰点头。我就知道你小子会这样说的。陈总站起身。其实公司已经任命李荣了，只是还有一个位置，我想为你争取一下。既然你没有这个意思，那就让给其他人吧。但是集团对你有其他的安排。我疑惑，集团其实还成立了正式的制度优化组，你过去就是主要负责人。我可以吗？老周和我聊过你，能看出来他对你的能力很看好，我也相信你，加油吧。我浑身轻松地走出了办公室，没想到我居然也可以成为制度的制定者。这一刻，规则这场游戏我已经彻底知道该怎么玩了。我因为工作安排再次回到了公司，老周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了。小子，听说最近混得不错啊，和之前的李会计配合得很好，还受到了很多的荣誉。我笑了笑。老周，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最近在思考制度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完美的。没有，就像您之前说的，人和制度永远是在博弈的，但博弈的结果可以越来越好。你看，2年前李姐和你势同水火，2年后你们在集团层面合作推动改革，这就是进步。他顿了顿，我快正式退休了，走之前想送你最后一句话。您说，制度会变，技术会变，但人性不变。老周眼神深邃。好的制度设计者要懂人性，既要给人向善的引导，也要设好作恶的防线，2者缺一不可。我郑重记下。老周拍拍我，去吧，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住，改革不是一次性的项目，是持续的过程。只要公司还在发展，制度就要不断进化。每次和老周聊天都能得到很多的启发，我也会更加珍惜这份工作。回到集团，我收到一封邮件，来自一个新成立的子公司，做新能源业务，团队年轻，业务模式新，但费用管理一塌糊涂。邮件写道：王总监，我们公司3个月花了200万招待费，但业绩只有300万，能不能请您来指导一下？我们不想走弯路。我回复：下周我带队过去，但有个条件，财务和业务负责人必须一起参加。制度优化需要双方从第1天就共建。同时，我抄送了李姐。李总，有个新能源公司的项目，财务方面需要支持，有兴趣一起吗？他很快回复：有兴趣，时间发我。我走到窗边，城市灯火璀璨，每一盏灯下可能都有一个王潇洒在加班，一个李姐在审单，一个小张在跑客户。而我的使命就是让这些灯下的故事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协作，少一些内耗，多一些创造。这不是终点，这是新循环的开始。5年后，王潇洒著《制度觉醒：从对抗到共建》出版，成为年度畅销管理类书籍。李姐领导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接入集团全部28家子公司，年节约财务成本1.2亿元。陈总晋升集团高级副总裁，主管市场与运营。